死了吗？怎么会在水里？这是18岁那年新月湖，我重生了。姐姐，救救我！姐姐，救救我！阿姨，我带你上岸。太好了，大小姐救到二少爷了！让，谢大公子来了。他竟然……谢云展，你对我有过一丝真心吗？你嫁进谢家的那日，我祖父暴毙，没过半年，连我二叔也死了。你就是我谢家的灾星。谢云展，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让你得封侯位，你却这么对我，你还有没有良心？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明明是云展哥哥靠着自己在战场拼杀数年才得封侯位，而姐姐你这些年在京中尽享荣华富贵，可在你口中，怎么好像这侯位竟是你一个妇道妇人一人之功？娇娇，就为了一个男人，你竟连自己的姐姐、自己的舅舅也不顾了吗？值得吗？我的好姐姐，你还真是天真，到现在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吗？我是江姨娘的女儿，阿义才是你一胎双生的亲弟弟。是江姨娘在你娘生产时收买了产婆，偷偷将襁褓中的我与阿玲调包。不，你说的不是真的。我的亲弟弟原来是被他们害得痴傻的阿义。大小姐，你没事吧？没有疤痕，没有老茧，我真的重生了。回到了18岁那年，前世我救了楚明娇，却让阿义气绝太久，醒来后变成了傻子。这一世，我终于保住了她。没事了，谢大公子把二小姐也救起来了。二小姐，您觉得怎么样？快把二少爷扶上去，再命人赶紧去请大夫。是。等等，谢云展，前世你骗我真心，灭我外族满门，这一世我要你债偿命抵。阿渊，娇娇素来体弱，适才落水，怕是易得风寒，让他们先把娇娇抬回屋吧。原来这么早，前世那人说我白生了一双好眼，却识人不清。谢云展，你看着楚明娇的眼神，我以前居然从未看清。愣着干嘛？还不把二小姐扶上去？云展哥哥，我不妨事的，这奸仪还是让给二弟吧，一切都听姐姐的。楚义是男子，落个水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从前腊月下过河，还不是好端端的。男孩子不能娇养，要让他多吃点苦。娇娇总说长姐疼她，我看未必。娇娇甚至还没一个姨娘生的庶子重。我们都是楚家女，仅仅因为姐姐你比我早出生一炷香，就霸占了云展整整5年。姐姐，你也该知足了。姐姐既然生不出孩子，早该退位让贤。谢大公子，这里是楚家，不是谢家。你若是要耍威风，回谢家去。阿渊，娇娇是你的妹妹，你怎可为了外人怠慢了她？阿叶是我弟，你又是以什么身份质问我？大小姐，小心着凉，我们先回去沐浴更衣吧。我们走。等等！云展哥哥，你们快把云展哥哥拉上来！云展哥哥，你别怪姐姐，姐姐没有坏心眼，她一定不是故意的。楚明英，平日里装的秀外慧中，竟敢对我动手！谢云展，这只是个开始，你欠陆家的命，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碧云，我们走。大小姐，仁心堂的李大夫来过了，说二少爷已经醒了，没有大碍，只是得静养1个月。醒了就好。走，去看看阿玉。大小姐，侯爷请您先去一趟正运。走吧。父亲，
袁姐儿，跪下！前世你也是这5个字，那时我心怀愧疚，跪。但这辈子，侯爷息怒，渊姐儿想必也是受了惊吓，才失了分寸。爹爹，女儿愿成人之美，与谢大公子退亲。求您成全二妹妹与谢大公子吧。这是姊妹争夫？胡闹！婚姻大事岂是儿戏？长兴伯府虽势微，但谢云展这孩子年纪轻轻就是武状元，如今更是锦衣卫指挥同知，将来前途无限。若是退了亲，渊姐儿的名声白玉有瑕，还怎么找好人家？爹爹，今天谢大公子下水救了妹妹上来，众目睽睽之下，他与妹妹之间有了肌肤之亲。为了妹妹的归玉，唯有让她嫁给谢大公子方是最佳。总不能让妹妹给谢大公子做妾吧？当然不能！娇娇怎么能给人做妾呢？娇娇才貌双全，深得我心。今日之事确实授受不亲，难不成云姐儿替谢云展下水，是爱之深责之切？渊姐儿，你真是一片好意呀！但妹妹抢了未来的姐夫为婿，传扬出去的话，这楚家姑娘的名声可就全毁了。再说了，萧家那边又该怎么交代？萧家不是还有我吗？你想嫁到萧家？我愿意嫁给萧无咎。萧无咎虽是庶子，却是18岁的探花郎，貌美京城。可他清高过头，非要去西南蛮夷之地做小县令，一去3年没回，前途堪忧啊！姐姐，我为萧无咎守节俱尽心焉，实则是为了与云展哥哥暗通款曲。萧无节虽然短命，但正好让我借着守节的名义逍遥自在，不用伺候谢家那群畜生。荒唐！侯爷，这姊妹换亲委实荒唐，将来亲朋好友要是问起来，我们又该怎么对外解释？你少说2句。侯爷，方才长兴伯府派人退回了婚书，说是要与大小姐退亲。孽障！我们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本就要与谢大公子退亲，看来这是天意了。什么？大小姐要退亲？你把人踹下湖，还有脸说天意？爹爹，我和你打个赌吧，最早今天，最迟明天，世子夫人必会带着谢大公子登门致歉。若是我赢了，你就听我的，成全二妹妹和谢大公子；若是他们没来，你再骂我罚我也不迟。好，哼！要是他们不来，老子我就押着你亲自去伯府登门致歉。那我们击掌为誓。滚！那女儿先告退了。侯爷，二小姐不会与谢家大公子有了什么首尾吧？这何府上下这么多人，还要他一个外男来救小姨子？住嘴！原来大小姐早就看出那2人的勾当，才故意踹谢大公子下水的。听雨轩前世的10几年，我受楚明娇蛊惑，为了所谓的嫡姐尊严，一直疏远阿姨，对她不冷不热。大小姐可是来看二少爷的。原来楚明娇那双勾人的眼睛是长得像江一鸣。大小姐，李大夫给二少爷看过了，也开了方子，说二少爷没有大碍，二少爷已经歇下了。上一世也是这样，江姨娘只一句话，我便因为厌恶她而没见阿姨一面。这一世，你休想拦我。这药味！碧云，给本小姐拿下这个意图害主的恶奴！大小姐，您这是做什么？王嬷嬷是妾身的乳母，便是她有什么错处，你与妾身说便是，怎么能不由分说就打人呢？可是姨娘令王嬷嬷
在汤药中动的手脚。大小姐此言何意？这汤药是李大夫刚开的方子。碧云，你让人去把李大夫再叫来，问问他是什么样的方子要往汤药里加番夏叶。他若是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就送他去京兆府告他一个庸医害人。是。大小姐，老奴冤枉，老奴绝无加害二少爷之心。是二少爷平日里时常大便秘结，老奴这才往汤药里加了番夏叶。你都不曾问李大夫药性是不是相同，就敢自作主张，还说你不是恶奴害主。今日你敢在二豪爷的汤药里加番夏叶，明儿是不是就敢往老祖宗那样动手脚了？大小姐，你怎么能往老奴的头上倒脏水？老奴何曾要谋害太夫人了？你有没有害主之心，不是你说了算。等李大夫来对质，一问便知真假。碧云，你看着王嬷嬷，不许她逃走。是小姐，若是她敢逃，杖毙了便是。小姐，江姨娘会不会去请救兵？让她去。不许起来！江姨娘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如此亏待我的亲弟弟。阿姨，前世是姐姐对不起你。把手给我。还好，只是皮外伤撞的晕厥，并无大碍，吃几服血府玉根汤调理便能好。这一世，他绝不会变傻。我没有便秘。他常在你的汤药里下番夏叶吗？也就是腹泻而已。这不是小事。泻叶虽然不会要你的命，可是吃多了，肠子会变黑的。落在我掌心。我该怎么告诉阿姨她的身世？前世我是4年后才听楚明娇亲口说出真相，现在我手中并无真凭实据，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绝不能再让阿姨被江姨娘如此摧残。阿姨，我并无挑拨之意，但你最好提防江姨娘。你知道了什么？阿赤可以相信。江姨娘也许不是你的生母。我知道。去年10月初5，我在树上午睡，偶然听到姨娘与王嬷嬷说话，才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我问过姨娘，我的生父生母是谁？阿义，你只是一个泥腿子的儿子，这辈子本来只能在土里刨食，是我收养了你，你才能在侯府过上这锦衣玉食的地位。你若是有点感恩之心，以后就好好帮扶你五弟，侯府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她说她生产时诞下死胎，怕不吉利，才去附近村子里买了我。我的亲生父母早就回西北老家了。江武这个女人满口谎话，她的话你最好一个字也别信。阿义，当局者迷，你若是出去问问外人，人人都会告诉你，你是楚家人，你是我的弟弟。楚家人无论男女相貌都出众，你的脸型是典型的楚家菱形脸，鼻梁像爹爹，眼睛与我一样是凤眼，我们都有美人尖。当局者迷，没错，我是楚家人。虽然我个子只到大哥肩膀，也没人怀疑过我不是大哥的亲弟弟。那江姨娘是从哪里把我抱来的？莫不是爹爹在外头养了外室，又或者是哪位叔叔？傻弟弟，张姐，他们说是你把我从湖中救下来的，我一直以为张姐是不喜欢我的。姐姐，楚明娇才是江姨娘的女儿吗？她是把我们调包了。是。那她肯定有帮手。江姨娘只是个妾室，在产房里绝不可能瞒天过海，她的帮手必是侯府的主事者。爹爹还是太夫人，无论谁在背后，我都要查清楚。别急，我会使人去找当年的稳婆，我们总会找到真相的。我不急，姐姐。阿姨，以后在这府里，凡事有我。二少爷，
侯爷与大少爷来了。看来某人的救兵来了，让他们进来吧。爹爹，大哥，楚明渊，你到你二弟的院子里逞什么威风？你二弟的事儿自有他姨娘做主，江姨娘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竟逾矩管教起她的乳母，动不动就打呀杀的，成何体统？你还懂不懂长幼尊卑？还不给江姨娘赔不是？妾也就是一个玩意儿，算什么长辈？大小姐，李大夫来了。人参、白术、当归、炙黄芪、炙甘草、茯苓，这是李大夫开的方子吧？正是。那就好。爹爹，李大夫与王嬷嬷意图谋害二弟，我现在把这两人送去京兆府，你没意见吧？楚大小姐，我的方子里可不曾加番碎叶，这是贵府的下人所为，怎么能说我谋害楚二公子呢？李大夫，你开的这张是益气补血、健脾心宝的方子，我没说错吧？是啊，楚二公子今天落水昏迷，体虚乏力，当益气补血。二弟今天落水时不慎撞到了头，才会昏迷。他现在血瘀于头，气积郁子，须得活血化瘀，理气行滞。可李大夫却给他开了益气补血的方子，就是我这随便读过1-2本医书的人也知道愈补愈瘀，愈补愈治。李大夫，你李家3代行医，你学医看诊几10年，不会不知道吧？明明一剂血府鱼鹅汤就可以治好的病症，你非要开一剂寿可汤，害人病得更重，是何道理？既然李大夫无话可说，那就去京兆府说吧。是老奴，是老奴，我都收买了李大夫，换了方子。因为之前二少爷打发了老奴的孙儿，老奴怀恨在心，这才用20两银子收买了李大夫，想让二少爷吃点苦头。你这恶奴竟然敢害主！侯爷饶命，小人一时贪心，这才做了错事，小人以后再不敢了。爹爹，我们打的那个赌是我赢了，所以按照我们的赌注，接下来听我的。来人！李大夫与王嬷嬷合谋毒害我侯府二公子，把他们押送京兆府。好啊！侯爷，长兴伯世子夫妇与谢大公子来了。大小姐神了，真被他说中了，谢家真的来登门致歉了。爹爹，谢大公子今日对二妹妹失礼在先，是他们谢家理亏。谢大夫人送还婚书，便是他们谢家错上加错。谢家要退亲？爹爹不是在为难萧家那边不好交代吗？让谢大夫人去交代不就行了？父亲，谢大夫人娘家姓萧，是萧尚书的嫡长女，由她去萧府试探口风，再合适不过了。此计倒是甚妙。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二妹妹的终身大事，否则我又何必煞费苦心？楚明渊，你跟我一起见见长兴伯世子他们。是。阿姨，你好好静养，我这就命人去请个大夫。渊姐儿，我对你太失望了，你的女诫女训是怎么学的？太夫人，您别怪渊姐儿，都是犬子鲁莽冒失。她与贵坊二小姐如今都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应该避嫌的。这件事的确是她做的不妥当，殷姐儿怪她也是应该的。云展回去后好好反省过了，说要给渊姐儿赔不是，还有那封婚书，都是那人一时义气。婚姻大事岂是义气之争？既然谢家退回了婚书，那就代表我与谢大公子有缘无分。太夫人，这就是你们定远侯府的教养。伯母，请不要怪我姐姐，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怪您就怪我吧。伯父、伯母，我代姐姐向二位赔个不是。这狐妹子，若是当初不勾搭我儿，何至于闹到退亲这一步？侯爷，我可以对天起誓，我当时一心只想救娇，楚二小姐绝无轻薄之意，我与她清清白白。世子夫人，你我两家虽问心无愧，但抵不住别人闲言碎语。娇娇与令郎的确有了肌肤之亲，也不适合再与令弟结亲。
老身看娇娇与令郎郎才女貌，倒是天作之合。荒唐！这怎么可以？让我儿子娶楚明娇这个勾勾搭搭的狐妹子，绝不可能！这不成了姊妹议嫁？若是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我谢家？娘亲，别说了。楚明娇也是侯府嫡女，既然云展倾心于她，不如顺水推舟。谢家人一个比一个狠。谢云展，前世你利用我陆家权势，这一世且看楚明娇能不能给你想要的荣华富贵。夫人，我这妹妹心地纯洁，天真万然，以后就托付给夫人与谢大公子了。以后进了门，眼里还能有我这个亲娘？太夫人，侯爷，此事还得我们夫妇回去与家父以及萧家那边商议。谢兄，为了你我两家的清誉，这件事最好快点定下，免得节外生枝。楚兄放心，一定尽快。大小姐，奴婢找施妈妈打听过了，萧家那边答应退亲了，已经把二小姐的婚书退了回来。至于萧探花与大小姐您的亲事，说是要等过几日萧探花回京驻职的时候再议。阿玉，你想去国子监吗？国子监，我能去吗？能。这段日子你先好好静养，等我的好消息。阿姐，你这是要出门吗？你是不是要去西城文？我陪你去。我为何要去西城文？听说景小将军今天会被押解进京，我本来约了几个朋友去西城门看热闹。阿姐，你有没有见过景小将军？他是不是如传闻中那般风采绝伦？不许去，你乖乖在这里休养。那你要去哪儿？我待会儿要去一趟城南的清净寺。谢云展和楚明娇要合八字，必会去请觉远大师，这一份大礼我得亲自去送。楚施主找老衲所谓何事？今早谢家可有将我妹妹与谢大公子的八字送来？楚施主，出家人不达诳语，你不会是想让老衲阻挠？当然不是。请大师告诉谢家，这是一段金玉良缘。大师放心，我这个人只看前路，从不回头。我现在正与萧家议亲，不会做坏人姻缘之事。你要与萧无咎议亲？我还想请大师务必告诉谢家，你卜算了一个最宜大婚的良辰吉日，5月初6，只要大师答应帮我，我也会投桃报李。住持大师，在下奉皇命缉拿逃犯，搜！大人，此间没有发现。住持大师，可否劳烦大师陪在下去后寺看看？大人请。这位公子，我不会乱来的。楚大小姐，但杀了你，与我不是更安全吗？我能帮你们。你的朋友应该中毒了。我没猜错的话，这是一种来自希勒的奇毒，名为金月灵。这种花的花枝会让人内力尽失，身体羸弱不堪，而且他的血中还会有一股淡淡的莲香。你一个京城的大家闺秀，又如何识得这金月莲之毒？秘密。阿九，你就别吓唬楚大小姐了。楚大小姐，阿九只是担心我的安危，才会这般失礼。他是个至情至性之人，以后你就会知道了。楚大小姐，你能解这金月莲之毒？凡是毒物，7步之内必有解药。
多谢楚大小姐提点。那个叫阿九的青年，他是景小将军的表弟。我记得景大将军之妻姓尉迟，所以他是尉迟家的人。楚大小姐，我们公子想请大小姐过去单独说两句。楚大小姐，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做什么？我来上香啊。方才我还求了一支上上签呢。我警告你，别耍花招，更休想破坏我与娇娇的亲事。哦，如果你都说完了，我可以走了吗？外祖母，您从青州回来了。前世外祖母死后，陆家满门惨遭谢云斩陷害，最终满门抄斩。这一世，我绝不会重蹈覆辙。好孩子，我与你舅母昨晚才回京城。谢云斩，你刚刚说什么？什么叫冤姐儿要破坏你和娇娇的亲事？陆老夫人，您方才只听到只言片语，怕是对谢某有些误会。误会？是你没和冤姐儿退婚，还是你没打算娶娇娇？谢大人，你与楚二小姐的八字，老衲已经核算好了，实乃天作之合。老衲还为两位算了一个宜嫁区的黄道喜日，就在3月后，这是今年最好的日子了。5月初6，谢云斩，前世你在这一天让我成了灾星，这一世我倒要看看楚明娇能不能接得住这份大礼。大小姐，您没事吧？方才奴婢本想进去找你，但锦衣卫不准奴婢进寺。我没事。冤姐儿，你上我的马车，我有话要问你。当时翻了船，谢云斩下水将二妹妹救起，现在两家已商议定下，由二妹妹顶替我嫁入谢家。哎，这简直是荒唐！你们3人泛舟时意外翻船落水，可这好端端的船怎么会翻？我竟把这个疑点忽略了。重生后，父亲祖母只顾着责骂我，根本没人关心真相。是不是那个姨娘生的庶子？我从前就跟你娘说，那个姨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姐姐刚病故，就与姐夫搅在一起的狐狸精，能是什么纯洁小白花？不是阿姨的错，是娇娇。是她非要去抓停在荷叶上的蝴蝶，还去夺阿姨手里的船桨，小舟失去平衡，才会翻了。当时楚姨头上的伤，难道也是楚明娇下的毒手？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身世，才故意除掉亲弟弟？去定远侯府。很甜，这是糖心摘的熟人糖吧？姐姐也喜欢，剩下的我留给她。哼，你倒是惦记着她，可她呢？你落水后，冤角姐竟从来没来看过你。我之前还当她请何太医过府是为了你呢，原来是为了那个庶子，真是亲疏不分。阿西，我没事，都是我惹姐姐不高兴。可这又不是你的错，是谢云斩自己下水救你，冤有头债有主，他要怪就怪谢云斩牵动你作甚。陆老夫人，大小姐，祖母，外祖母，姐姐，你别误会阿西，她方才的话不是那个意思。娇娇，跪下！娇娇，外祖母只问你一句，楚家可有人逼你嫁给谢云瞻？我从未撺掇谢家退亲，更不曾与谢大公子有过一点私情。好，既然你觉得自己冤枉，那外祖母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只要你不嫁谢云展，外祖母必会给你安排一桩不比他差的好亲事，你可愿意？或者我去和萧家解释清楚，萧武就这孩子生性豁达，不会。不行。那外祖母可曾想过，如果我现在退掉谢家的亲事，楚谢两家可就要彻底决裂了。娇娇，你不必在我跟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今天你若是直接跟我说你喜欢谢大公子，求我成全你，我还高看你一等。谢云展不是唯一的选择，
那楚明娇为何如此坚定的要和萧无极退亲？除非楚明娇也知道萧无极是个短命鬼。云母，好些日子不见了，您难得来府中，怎么不与本侯说一声？侯爷贵人事忙，上回老身寿宴都请不到侯爷，哪里敢叨扰侯爷？也不知娇娇是做了什么，惹亲家不快。亲家老夫人，无论您有什么理由，大人总是不妥，有什么事不能商量着来。外祖母是爱之深责之切，娇娇，外祖母今天打了你，你可是不服？我不怪外祖母，外祖母只是对我有些误会。娇娇，你头上的这只画钗从何处得来的？这是我买的。这只发钗是内造的，簪身上还刻着铭文。若是有人敢私卖内造之物，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是我从首饰铺子里出来时被人拦下兜售的，那人是谁我也不认识。那是我曾经亲眼见过宫中赏赐给谢家的东西。说，你到底是和谁私相授受？太夫人，别气坏了身子。姨娘，您怎么样？母亲，他只是晕厥，还不赶紧去请大夫过府！他竟然为了我，江姨娘平日里那样谨慎的人，竟然为了我做到这种地步。亲家，别气坏了身子，不值当的。娇娇，这件事你隐瞒也没用，这宫里的东西都是可以查的，赏给谁，找个皇上身边的内侍问问便知。谢云展，这只钗竟然是内造之物，你为什么不提前提醒我？你这是要把我推入火坑吗？是云展哥哥送我的。娇娇，你实在太让祖母失望了。这个月你就好好闭门思过，抄写10遍女诫女训。是，祖母，闭门思过。私相授受的名声传出去，这就是你一辈子甩不掉的污点。我们走吧。小姐，出去。2年前那个噩梦醒来，我才知道自己竟然穿进了一本言情小说里，男主是楚逸，那个被我亲生母亲江姨娘调包的真少爷，而我是那个注定要难产而亡的炮灰假千金。既然我知道了剧本，我就绝不会接受这种卑微的结局。谢云展未来会封侯，只要嫁给他，我就是长兴侯夫人。萧无绝死在今年9月，楚明渊，你不是想促成我和谢云展吗？那我就成全你，让你尽快嫁给萧无绝。如果你在婚前成了望门寡，或者婚后刚过门就成了小寡妇，那滋味一定很好受。小姐，奴婢给您打了一盆冰水，您的脸得冰敷一下。进来吧。小姐，陆老夫人的心未免太狠了，外祖母的心里只有姐姐。渊姐儿，苦了你了。外祖母，娇娇与谢大公子彼此倾慕，一求无价宝，成全了他们，与我也并非坏事。不如退亲，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渊姐儿，我们是武将世家，不实行什么盲婚哑嫁。你既打算与萧探花一亲，还是得亲眼见一见人。后天上午，萧探花会带着西南辽人进京给皇上贺寿，礼部会出城去迎。等我打听好了时间，带你一起去瞧瞧那萧探花。说的是，萧探花才干忍平极佳，只是吃亏在庶出身份。后天我让你舅母来接你。小二，上一壶龙井，再把椒盐花生、龙井绿豆糕、核桃酥这些各上一点。这些都是这里的招牌点心，很好吃的。姐姐、舅母，快请坐，茶刚沏好。知悉不是说他还在静养吗？这楚逸怎么也来了？而且渊姐儿何时与他这个庶弟这么亲近了？本想让他静养，结果这小子非拉着何太医替他求情，我才带他出来透透气。他们肯定也是来看萧探花的。从3年荣进制时簪花游街，京城就没这么热闹过了。我打听过，时辰差不多了，萧探花应该快来了吧？萧探花在哪儿呢？听说西南辽人茹毛饮血，是真的吗？辽人有什么好看的？哪有萧探花好看？让开让开！萧探花来了！萧探花，萧探花！这张脸，为什么我觉得有些眼熟？上一世我真的见过他吗？渊姐儿，萧探花长得好看吧？当然好看。阿姐，我没骗你吧？我打听过了，萧探花文武双全，跟阿姐你一样擅长打马球。萧五月，渊姐儿，快看，有人在抛花呢！
这算不算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看来萧探花的确是文武双全。萧无绝到底是洁癖严重，还是时刻在防备旁人暗算？我不信吊不中他。渊姐儿，你试试。阿姐，你可以的。这绝对不是一个文臣的眼神。哈哈，砸中了，砸中了！小表叔，有什么不对吗？无事。小表叔，你3年未曾回京，舅祖父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些辽人就交给我，我会妥善安排他们的。等我进宫见了皇上，就回去。舅爷、老太爷、大老爷他们在验孕亭等着您。小舅舅，你3年没回京，今天我就不打扰你与外祖父、外祖母团聚了。改日我再与小舅舅吃酒。你来的正好，也省得我去找你。萧无咎，你这是干什么？萧无极，你疯了吗？你自己做了什么，还要我告诉你？我还怕脏了我的嘴。小舅舅，亲事上是我对不起你，你想我怎么补偿？九叔，云展是有错，但你怎么能把他伤成这样？你怎么能对自家人做出这么残忍的事？九弟，母亲也是胡来，给定亲的是他，给退亲的也是他，全不问九弟的意思。外甥撬墙角在前，挨这顿打倒也不远。这气你也出过了，快随我去见父亲母亲吧。这些天父亲天天盼着你归来，几夜没睡好。劳烦大哥领我去见父亲。九弟，你这次回京就别走了吧。你在西南这3年教化辽人，皇上龙心大悦，这一次你必能往上升一等。留京之后，皇上定会重用你。这要看皇上的意思。萧无邪反应这么大，只可惜娇娇现在是我的，不必麻烦了，我自己去一趟医馆便是。阿九，看来云展与楚家2小姐要定亲的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现在定远侯府那边的意思是，不如姐妹换亲。父亲，我想见一见楚大小姐，可行？好，我这就派人去侯府捎口信，就在清净寺吧，我顺便去上炷香。姐姐，萧家那边居然这么快就派人来了，看来那萧探花对你很有意啊。王兆林，今年的新科状元，这个时候他不在书院苦读准备殿试，跑到侯府门口张望什么？这个时候他不在萧院苦读准备天试，跑到侯府门口张望什么？阿姐，你认识这书生？算不上认识，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这人是青州界元王兆林，我偶然一次在一家茶楼见过，也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他来侯府找人吗？不对，他来找人，为何不去门房？陆家满门忠烈，保家卫国。王兆林，你是非不分，赶尽杀绝，这一事我绝不让你得逞。碧云，你让人盯着那位王解元，看看他到底是来见谁的。是。他是来见华平？不对，阿姐，他不会是来见……是吧？第3条鱼了。什么第3条鱼？大小姐，老奴总算是找到你了。方才萧家那边来人了，是萧探花递的口信，说是他想在清净寺与小姐一见。又是清净寺，前世在那里发生的桩桩一件，总觉得那地方晦气得很。太夫人觉得这件事宜早不宜迟，定了明天一早。大小姐意下如何？
改在黄觉寺吧。那老奴这就回去禀太夫人。阿姐，我也要去。我相亲，楚衣你去打什么圆场？你在府里好好静养，否则以后关于王诏令的事，我一个字都不告诉你。好吧。这3身我都要了。这个大孙一点亏都不肯吃，一会儿功夫就花掉200两银子，跟他那死去的娘一个德行。这都好些天了吧？劫走景小将军的劫犯竟然还没抓到吗？阿弥陀佛，施主请随贫僧来。晚辈见过楚太夫人。老身惭愧，这次的事是我楚家违信背约，老身在此向探花赔罪。太夫人折煞晚辈了。世间之事皆有缘法，许是我与贵府二小姐有缘无分。他竟然没有避开，这位探花郎果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萧探花宽厚。楚太夫人，不知晚辈可否与贵府大小姐单独说2句话，就在这凉亭中即可。渊姐儿，你随萧探花去吧，我到那边竹林散个步。小姐请。秃妖小姐过来说话，是萧某冒昧了。无妨。谢云展与令妹的事，我也有所耳闻。昨天我见过谢云展了。谢云展肯定又是那一套救人心切的鬼话，他是怕我心里装着谢云展，定亲后会让他蒙羞。萧探花放心，我与谢大公子是家母在世时定下的亲事，我与他一向恪守男女大防，并无私情。退了那门亲，我也无一点遗憾。小姐当知，我不曾见过令妹。萧探花，你若是另有意中人，也不必勉强与我结亲。人生苦短，生而悦己，而非困于他人。毕竟你的寿数也就剩下这几个月了，真是可惜了这张脸。楚大小姐宽心，我若不愿，谁也奈何我不得。今日我特意请小姐到此一叙，是想问你可还记得我？记得他？难道我们从前真的见过？在哪儿？这味道，雪落青竹般的清香。是你？你害怕吗？害怕什么？他竟然敢劫走朝廷，侵犯景小将军，难怪前世他会是那个短命女。你不怕我杀人灭口？景小将军的伤势如何？他的外伤不是问题，麻烦的是毒。景家旧部已远赴西乐寻找解药，但需要时间。景如燕大将军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景小将军安然无恙，为景家满门洗雪沉冤。楚大小姐，你就这么相信景家可以洗雪沉冤？我当然相信，前世景家虽然洗冤，可你和景逸都已经死了，那正义来得太迟也太荒谬。楚大小姐，我应该谢谢你，若非是你，我还不知道金月莲的解药。你年纪轻轻，医术却极为高明，令萧某佩服。只是略通一二。萧无绝，竟然是三公主！早知道这尊大佛在这里，我真该去清净寺。萧无忌，你怎么会在这里？参见三公主殿下。再过几时就是父皇的寿宴，我给父皇抄了地藏经祈福。今天我是特意把抄好的经文送来这里供奉的，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遇上你们，我们真是有缘。佛度有缘人，今日这黄觉寺皆是有缘之人。柳贵妃的爱女，最得宠的三公主，麻烦了。
看来传言是真的，萧无绝果真是三公主的白月光。你是谁？为何会与萧无绝在一起？难道这就是那个年轻的楚二小姐？楚大小姐，许久不见。朝阳，这是定远侯府的大小姐。臣女参见三公主殿下，云舒县主。那萧无绝岂不是你未来的妹夫？你做姐姐的缠着妹夫，你的礼义廉耻都是……请殿下慎言，臣的未婚妻不是楚家二小姐，是楚大小姐。萧无绝这样的谪仙人物，怎么会定下这样的亲事？臣女也只是听母妃提过，萧探花要与定远侯府结亲，和谢大公子当连家。对了，问谢大公子便是。谢大公子，与你定亲的是定远侯府哪位小姐？萧无绝，上次当众羞辱我那笔账，我还没跟你算。虽然想让三公主为难萧无绝，但绝不能让三公主坏了我和娇娇的婚事。回县主，与谢某定亲的是楚家二姑娘。萧无咎，任你自视甚高，最后也不过是捡我谢云展不要的女人。老身见过三公主殿下，云舒县主。萧探花，你今日是特意陪楚太夫人与楚大小姐来上香的吗？真没想到，萧探花竟然如此体贴。云舒，你不是说要去极秀山看看吗？我们走。殿下，殿下！太夫人，皇上命我护卫三公主周全，我有差事在身，就先告辞了。云展，不必与我这般客气，快去吧。被三公主这么一搅和，这婚事倒真成了板上钉钉。虽然这萧无绝像个烫手山芋，但他身上的秘密也许并不比我少。无咎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常来侯府玩。今天侯府那边还有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太夫人，这几天京中不太平，还是让晚辈护送您回侯府吧，毕竟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哼，京中不太平，还不都是因为你结了京小将军？无咎，辛苦你了。太夫人客气了，应该的。这是前日我在龙泉茶楼丢出去的那朵，他果然看见我了。你弟弟与你挺像的，他难道知道了什么？祖母，我有要事与您商量。渊姐儿，有什么话？这儿没外人，说吧。祖母，这几日我夜夜梦到我娘，她在梦里一直在哭。可是想让你娘做场法事，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去办就是。不止，昨夜我娘才与我说，她膝下无子，死后无人供奉香火，想过备一个孩子到她名下。你不会是想说过继你二弟楚义吧？正是。不合适。为何不合适？渊姐儿，你那会儿还小，怕是不知道，你娘在世时最厌恶的就是江姨娘。你把你二弟过继给她，怕是她要气得再托梦给你。怎么会呢？二弟本性纯良，连奴婢都敢欺他。我娘生前最喜欢听话的孩子了。你可问过你二弟的意思？问过的。二弟若寄到我娘名下，便是我的亲弟弟，我自然不会亏待。我娘留下的嫁妆，也得分一份给二弟。你说真的？看来我猜的没错，当年江姨娘调包婴儿，祖母必然掺了一脚。为了保住长兄楚随的地位，顺便借五子打压我娘，真是好算计。海棠，你去看看爹爹回来了没，把爹爹请来。
祖母若是不放心我，那我便与爹爹说，只要爹爹同意，想必祖母应该不会有意见吧。哈哈哈哈哈！母亲，我听说了，过境是好事啊。元姐儿，你真的长大了，知道为你娘考虑了。这么说，爹爹是同意了。且慢，江姨娘毕竟是阿义的生母，总该问问她的意思。是妈妈，你去请江姨娘过来。问她做甚？一个妾室而已，难道祖母还想问她的意思？难道江姨娘不同意，这事儿就办不成了？这定远侯府到底是爹爹当家，还是江姨娘一个妾当家？母亲，这是好事，阿武定会体谅，他一向识大体。从前陆氏在世时，他就说视陆氏为亲姐姐，断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你是当爹的，你拿主意就是。祖母，我想趁这段日子将我娘的嫁妆整理一番，等正式过仪那天，当着族长与族老的面，将嫁妆单子一式3份，签字画押。祖母以为如何？这丫头，难道是为了嫁妆才提出过节？哼，若是这样，楚义分走3成，剩下的也是楚家的产业。终究是太年轻了，嫩得很。好，不行！你怎么来了？长子前脚刚到，他后脚就跟来。我这荣福堂到底谁在给他通风报信？侯爷，阿鱼是从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与我骨血相连，您怎么忍心将他从我身边夺走呢？阿武，要顾全大局，你叫了陆氏那么多年姐姐，总希望他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吧。这两人虽都姓江，但这利益可不永远在一条线上。那就请爹爹定一个开祠堂的日子，不过也别太急，我娘的嫁妆需要时间整理，看看该怎么分。祖母，您觉得如何？娘，渊姐儿和娇姐儿都急逼了，定下亲事就要出嫁，他娘的嫁妆确实该理一理了。渊姐儿，明夜我就让人把账册对牌都给你拿来，再让那些管事掌柜来见见你。15年了，我筹谋了15年，甚至不敢跟自己的亲生女儿多说一句话。眼看娇娇就要功德圆满，楚明林几句话，竟然要让楚义那孽障分走1半嫁妆。祖母，若没别的事，我就先告退了。把陆氏嫁妆分出1份，渊姐儿跟娇姐儿商量过了吗？罢了，这是她们姐妹的事，陆家若有异议，也让楚明渊顶着。阿姐，你与萧探家相亲的如何了？阿玉，既然你的伤没有大碍了，明天你就回国子监上课。我能去国子院了？阿姐，你这么快就搞定了？我方才跟祖母和爹爹说了，要把你过继到我娘名下，还要分1份嫁妆给你。过继？祖母已经同意了，但我估摸着江姨娘不会坐以待毙，她一定会来找你。为了避开她，你暂时搬到国子监住。碧云，盯着点流芳斋，看看江姨娘会不会给2小姐那边透什么口风。阿姐，你这是一石二鸟啊，绝了！祖母是不是气坏了？上一世，直到我出嫁前，祖母才将嫁妆拿出来，那一纸单子早就面目全非，有的被调换，有的被亏空。阿姐，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有什么发现？想。今早华平的哥哥把一套中庸借给了王兆林，那套书是从咱们侯府藏书阁里拿的。藏书阁那套中庸有王首府的亲自注解，是祖父赢回来的，价值1000金。楚明娇这般煞费苦心，看来是真的看好王兆林的将来。莫非真的如我之前猜测，楚明娇也重生？碧云，去萧家给萧探皇递个口信，是，就说我想请他帮一个忙。大小姐安。谢娘，你回来了。大小姐，奴婢没在这几天，府里竟发生这么多事。2小姐在里头等着您呢。您2位是亲姐妹，哪有隔夜仇？好好聊聊吧。姐姐，是我错了。那你错在哪儿？我都认错了，他竟然还这般得理不饶人。不行，必须忍。姐姐，我知错了。我自小恋慕云展哥哥，却不敢说。那天他跳下湖救我，我是高兴的，可我也怕别人说我抢姐夫，才一直瞒着。我明知道姐姐最疼我，只要我开口，姐姐定会成全。
可我还是犯了糊涂。姐姐若是不肯原谅我，我就一直跪着。这若是上一世，我怕是真信了你的鬼话，重活一回我才明白，有的人心比蛇还凉，根本无不成。好，我原谅你。姐姐，等亲事定下，我随你一起去陆家向外祖母请罪，可好？娇娇，外祖母她现在还在气头上，你去了，她只会让你跟谢大公子退亲。过些日子，我去试探一下外祖母的口风再说。姐姐说的是。娇娇，江姨娘可是去找你了？我好些天没见江姨娘了，方才半路遇见了胭脂，她说姐姐有意要把二弟过继到娘亲名下。姐姐，这是真的吗？是啊，娘亲前几晚托梦给我，说你我就要出嫁，她膝下没有香火成皮，孤零零的。二弟与姐姐投缘，娘亲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喜欢。迂腐，为了所谓的香火，竟然把生母的财产分给一个外人。姐姐，我还有件事与你商量。方才我去见祖母，她说已经为我与云展哥哥交换了更替，谢家请大师算过，想把婚期定在5月初6。你是长姐，我做妹妹的哪有越过你先出嫁的道理？这2天府里流言蜚语多难听，姐姐也是知道的。我就想，不如我与姐姐在同一天出嫁，姐姐觉得如何？楚明娇，你只知萧无节命，想看我早日当寡妇，却不知5月初6也是谢云展的祖父常兴伯的忌日。那天我在清净寺也顶吕远大师说了，5月初6确实是个黄道吉日，我们同一天出生，若能在同一天出嫁，娘亲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这件事我会与萧家说，定让你称心如意。姐姐，你真好，那我先回去了。二小姐，大小姐未免欺人太甚，夫人的嫁妆您本该占一半，她想讨好二少爷，把自己那份分出去就是了，凭什么把您的那份也分了？就因为楚明英早生我一臂相识间，便处处拿长姐乳母压着我，不过几10万两银子而已，算不上什么。娘亲当年能开启卓玉轩素问堂，我也可以。靠人人倒，靠汤山倒，我必须把钱攥在自己手里。花瓶，去拿我的银票，这里有5000两，让你大哥一早去四方赌坊下注。二小姐，这全压在王兆元身上，赌他是今年的状元，快去。大小姐，花瓶的大哥刘大全今早去了四方赌坊，将5000两银票全部压在了王兆林身上。5000两，这怕是楚明娇身上所有的现银。二小姐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她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位王解云会是状元之才？楚明娇的确很确定，看来楚明娇手里握着的未来才是她最大的底气。既然楚明娇想赌，那我就让楚明娇输个痛快。大小姐，萧探花说她最近寄住在这里，可萧家的宅邸就在京城，还是皇上亲赐的。看来萧探花与萧老夫人确有隔膜。萧探花最近回京述职，住哪里是萧探花的自由。这位是幽云居士，居士，这位是萧善信的客人楚善信。小丫头，你会下棋吗？略通一二。文素，听到没？通常说自己略通一二的，往往都是高手。过来陪我下盘棋吧。你觉得谁会赢？我输了。阿舅，你请了客人来，自己却迟到了，该罚。是当罚。金疮药的味道，他刚才见过受了外伤的人。你闻出什么了？他的鼻子很尖，那天我和景瑜躲在房梁上，他一进门就闻到了血腥味。如此甚好，他这样正好治你，省得你在外头无法无天。哪有当娘的这么说自己的儿子的？娘，萧无咎的生母不是早就病逝了吗？这位居士绝不是萧老夫人。云渊，吓到你了。阿舅这孩子就是这样，满肚子心眼，喜欢出其不意的吓唬人，以后你就知道他了。萧探花确实挺调皮的。阿觉本不姓萧，当年我生下他后昏迷不醒，萧尚书是我的故友，便将这孩子领回萧家，暂时记在名下。你们既然要结亲，这些事儿也该让你知道。高龄产子，九死一生，若非走投无路，谁又舍得把孩子托付旁人？他姓萧也好，姓别的也罢，与我没什么区别。反正我也只打算当个逍遥自在的寡妇。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你是个通透的孩子，以后阿介托付给你，我也放心。阿舅，娘，
这就去请觉远大师过来。不必了，我没事儿，这老毛病了，我这身子能多活一天便是赚了一天。尉迟夫人，我来给您把个脉吧。萧无绝喊景玉表哥，原来他们的生母都姓尉迟。令堂中了一种产自西南的奇毒，名为鬼救草。奇怪，此毒本该在1年内让人油尽灯枯，可令堂体内的毒素更像是陈年残毒。因为我娘把一半解药给了我，那时候我才刚出生。脉动降减，看来前世萧无绝早死，并非因为此毒。萧无绝，先把令堂抬进屋，我先施针压制余毒。你啊，阿舅说是带我见儿媳，原来是看大夫。阿舅说这楚大小姐自幼丧母，为了自保练就这一身医术，当真让人怜怜。公子，夫人好些日子没睡过安稳觉了。楚大小姐，夫人可还有救？嘘，别扰了夫人休息，我们出去说。鬼镜草性热，需用良性的天山雪莲解毒。令堂忌毒10几年，寻常雪莲无用，必须用上500年的天山雪莲才行。你能在3个月内找到500年的天山雪莲吗？能。他对我有所求，这便好办了。坐下说话吧。你弟弟的伤怎么样了？他果然全都知道了，也猜到我是为何而来。萧无咎，你可有办法帮我找到当年我娘生产时的那个稳婆？我查到他们一家15年前搬回了豫州老家，还派了人去青州找我娘的乳娘。稳婆的事交给我，但来回豫州需要时间，未必赶得及在令妹出嫁前。眼下京兆府大狱中，不是有个更合适的人选吗？你是说王嬷嬷？王嬷嬷是江姨娘死中，家生气都在江姨娘手里，极难开口。若是王嬷嬷人在侯府，我的手再长也伸不进去。可她现在人在京兆府，不是吗？进了官府大狱，便是隔绝了江姨娘。这人长得一张碟仙脸，手段却这般狠辣，分明是个杀人。若是这次事成了，算我欠你一次。倒也不必，姑且当是我的回礼吧。谢谢。去四方毒坊。萧公子，我陪你进去吧。萧公子不拦我。毒坊鱼龙混杂，有人陪着总好过你横冲直撞。萧公子，好些年不见了，今儿下注吗？好些年不见，这位探花郎从前竟是这儿的常客。2楼还有空的雅座吗？有，大老板特意交代过，您要是来了，那间视野最好的贵宾雅座必是给您留着的。萧公子，今年春闱您下注吗？大伙儿都在赌荆轲头3甲，那位青州解元王兆林，早彩刚有人往他身上压了整整5000两呢。不急，先上些茶与茶点吧。是。你若是想下注，只要吩咐小二给你下注就是。3年前，你是不是也在这里下过注？谁也在这里下注了？你那个妹妹，她压在了谁身上？青州解元，王兆林，5000两。后天是会试第3场，你若不想那王兆林中状元，让人打断他的手便是。这萧无绝，在我见过他的本性后，真是一点也不遮掩。冀州，何月思。前世何月思带着娇妻赶考，一匹金马撞死他的妻子。何月思一夜白头，错过科考。如果何月思能顺利参加金科考试，状元绝轮不到王兆林。何月思，你看好他？萧公子，您要下注何月思吗？他现在的赔率是1比10，大家可都压在那位王解元身上。不过论眼力，小的最服您。赏你的，替我下注何月思1万两。是，萧公子。你3年前到底在这里砸了多少银子？
才会让那小二对1万两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原来是小国舅。元昊，皇后的亲弟弟，仗着圣宠在京城横行霸道的浪荡子。相请不如偶遇，探花郎，不如我们一起喝2杯。都说萧无就是谪仙，我看也就是个好男风的俗人。可惜了，我们要走了。看够了的话，我们走吧。萧无舅，别给脸不要脸！你不过是个7品芝麻官，还不是仗着你有个尚书爹？你的确，我萧家家教严，家父常教导我，莫要与皇亲国戚家的浪荡子弟为伍，万一遇上了，退避3舍，免得惹祸上身。找死！萧无舅，你敢踹我？他会向皇上告状，你不想皇上宣你进宫问话，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原来是个女扮男装的娇俏货，有意思。撕了这袖子，看你这官家小姐还有没有脸活下去！小老弟，给我一个面子，放过袁小国舅一次吧。那我给傅老板一点面子，我们走吧。袁大人，没用的蠢货！萧无绝，小爷我一定让你好看！我要进宫一趟，就不送你回去了。慢走，皇上不会责怪你吧？无妨，皇上最多训我2句，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对了，和月思这段日子也寄居在清净寺。老李头，我们走吧。大小姐，施妈妈都等您一炷香了。大小姐，奴婢奉太夫人之命，把夫人的嫁妆单子、账册都送来了。这是2间库房的钥匙。烦劳施妈妈了。是，方才谢大夫人刚来给2小姐下了小定礼，可萧家那边一直没定日子。太夫人说您是姐姐，总不能让妹妹抢了风头，让您催催萧家。碧云，你送施妈妈出去。是。海棠，把苏问堂的账册找出来，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是。小姐，这一箱就是苏问堂的账册了。前世苏问堂被人诬告，最终被查封。这一世，苏问堂绝不能重蹈覆辙。2位是看病还是抓药？我头疼。我们罗大夫就在里边，去候着吧。快，赶紧给我抓药，我们老爷还等着呢。这位小姐，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别人的药，你怎么能随便乱拿？药性配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分量错了那是害人，你懂不懂规矩？你这丫头实在是没规矩。喂，你骂谁没规矩呢？你去别处抓药吧。如果我不呢？臭丫头，你凭什么去干我们的客人？你算老几？凭什么？你们心知肚明。碧云，现在让老李头赶紧去京兆府报官，就说素宴堂掌柜以次充好，卖假药害人。你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瞧出不对劲，不是看病，是来讹钱的吧？你可知这医馆的主人是谁？定远侯府，你们听过没有？识相的快滚！原来是定远侯府开的医馆，也难怪主子会让他来这么家名不见经传的铺子抓药。我楚家庙小，容不下你们这等欺上瞒下的害群之马。你是侯府大小姐？幸好方才已派人去侯府找太夫人求援了，只要太夫人保我，这黄毛丫头能奈我何？楚大小姐，老朽在这苏问堂当差10年，兢兢业业，你可不能空口白牙，往老臣头上泼脏水啊！大伙儿评评理。老朽伺候了侯府10年，如今大小姐一接手就要卸磨杀驴，还要赖掉我们上个月的月俸，这是存心不给活路啊！就是，还要报官威胁我们，简直欺人太甚。这也太黑心了，侯府小姐还差这点银子，做人太不近人情了，可怜这老掌柜啊！姓沈的，你这么能演，不去戏帮子可惜了。
楚大小姐，我家老爷与令堂也算有几分渊源。他让我转告小姐，凡上位者免不了遇上几个偷奸耍滑的下人，给点银子把人打发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此人身边有内侍服侍，看来是哪位宗室王亲。你们运气真好，马车里的这位贵人大人有大量，不与你们计较。不过我这人心胸狭隘，却是要计较到底的。沈掌柜，你既然觉得自己委屈，那就把这片苍田吃下去，自证清白，怎么样？是药3分毒，药怎么能随便吃呢？这是苍竹，又不是砒霜，吃下去死不了的。吃吧。楚大小姐说的对啊，苍主没毒，这掌柜怎么跟见了鬼似的？难不成这药真的有猫腻？喂，你听不懂人话吗？我阿姐让你把它吃下去。我的肚子好痛啊！罗大夫，救命！是苍主，这药有问题。我不关我的事啊。这苍图之前泡过水，已经生了霉，他们洗净后用麦麸拆炒，以此遮掩霉味。孽畜，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卖发霉的药材给我！我定要让金兆尹判你个斩立决！王爷金枝玉贵，若真吃了这毒药，我万死难辞其咎。刚才不是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怎么这会儿知道痛了？黑心医馆，这是谋财害命啊！打死这2个没良心的，我们要退钱！京兆府办案，钱达人等让开！母亲息怒，月姐儿、阿姨还不跪下请罪！祖母、二叔，我何罪之有？孽障，到现在还不知悔改！楚明瑶，你记恨我这祖母，所以故意把一件小事闹大，就是要让我没脸，是不是？祖母真是奇怪，您是我亲祖母，所以你为何要记恨你？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亲事已定？你母亲的嫁妆也拿回去了，我这做祖母的以后就拿你没办法了。你不是想把楚意过继给你娘吗？我告诉你，我不许，就算你爹同意也没用，我说了不许就不许。祖母说的是，过继这样的大事的确不能草率，只是这事儿我已经跟外祖母提过了，外祖母的脾气你也知道，认准了的事儿9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老人家说了，过些日子要亲自过府跟祖母您商量这件事。祖母，我不是要跟您对着干，我只是想着这件事不急在一时，您先养好身子，等外祖母来了，您2位老人家慢慢商议，总比我这个晚辈在中间传话要强。祖母，孙女先告退了，您好好歇着，千万别气坏了身子。阿姐，你怎么不跟他摊牌？王嬷嬷的证词。急什么？底牌要攥到最后一刻才值钱，先让他们自乱阵脚，我们有的是时间。阿姐放心，我待会儿跑一趟清净寺，明天一定让那位朋友亲自驾车送那个何月思去贡院，绝对不会出一点岔子的。姨娘，姨娘不是病了吗？怎么来了？我若是不来，你是不是就永远不来看我？怎么会呢？楚明渊要把你过继给仙夫人，你很得意是不是？你是不是忘了，你根本就不姓楚？姨娘，你不是说了，姓不姓楚的不重要，能留在侯府是我的福气。姨娘，我好不就是你好吗？我这个人恩怨分明，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会记得的。以后我过继到陆夫人的名下，成了嫡子，也会好好照顾五弟的。姨娘的眼光放长远些。阿姨，我是为您好。大小姐挑中你，愿意将陆夫人的3成嫁妆分给你，是因为她以为你姓楚。大小姐这个人爱憎分明，你这几天也看到了，她连亲祖母亲妹妹也不给面子。若是有一天你的身世大白，大小姐知道你就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会怎么对待你？阿姨，我们母子10几年的情分，我是为你好。演技真好，
若非我已经知道自己是陆夫人的亲生骨母，怕是真要被这花旦般的演技给唬住了。姨娘，富贵险中求，这泼天富贵都送到我眼前了，我怎么能推出去呢？姨娘，我的身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会帮我瞒着的吧？阿姨，你别忘了，王嬷嬷也知道你的身世。若是她在京兆府受不住邢昭供了，对你岂非不妙？你去劝劝大小姐，让她去京兆府把王嬷嬷领回来。你帮了我，我也会帮你，这才是互惠互利，是不是？姨娘，您是在威胁我？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你仔细想清楚，当个侯府闲散少爷，总比当个泥腿子强。姨娘，京兆府的衙差带着王嬷嬷来了，人在哪里？看来楚义这孽障终究是怕了，这么快就说服了楚明渊。王嬷嬷回来了，那些事就捂得住。在正厅，侯爷请姨娘也过去。弟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金管家来接我时说，今天侯府要开祠堂，修改族谱，莫不是要给楚明瑶他娘过避子嗣？这是好事啊，陆家那边也能有个交代。我不同意。祖母说的是，我娘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孩子，何必过继呢？阿迟，请衙派去把王嬷嬷带来。是，大小姐。楚大小姐，人犯王氏带来了，1个时辰后，胡某得按规矩把人带走。劳烦胡班头了。王嬷嬷，你在京兆府招的那些，可是签字画押的，容不得你现在不认。侯爷，二小姐楚明娇，她根本不是陆夫人的女儿，二少爷楚义才是陆夫人的孩子，是大小姐楚明渊一胎双生的亲弟弟呀！证据呢？证据就在阿姨的脚上。一胎双生，如镜双照。阿姨的胎记在左，我的在右，位置、形状、色泽一模一样。敢问祖母、二叔，这世上可有如此巧合之事？贱人，你竟敢欺瞒本侯15年！欺瞒？楚静之，是你自己瞎了眼。你为了稳住陆家，一边要陆家的权势，一边又恨陆氏的清高。若非你纵容，我怎能得手？不可能，书上说楚义要到3年后才翻身，为什么现在就提前了？楚明渊到底做了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可是未来的长兴侯夫人。二小姐，侯爷有令，将假冒嫡女、混淆血脉的罪人锁入柴房，听候族法发落。阿姐，在想什么？在想，我们终于不用再演戏了。阿姐，萧无就在门外等你，他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楚明渊，你找我？明天，皇上会在万寿节上宣布一件事，在那之前，我想亲口告诉你，我不是萧尚书的庶子。我的生父是镇南王顾策，生母是尉迟氏。当年镇南王妃遭人暗算，身中奇毒，生下我后便昏迷不醒。萧尚书与他是故交，将我抱回萧家抚养，以避祸端。所以你是镇南王的嫡子。这次镇南王进京，一是为皇上贺寿，二是认回我。皇上已同意恢复我的宗室身份。那我还是该叫你萧无咎，还是顾什么？名字不过是个记号，你叫我什么，我便是什么。3年前，西南边境留兵营有个小姑娘把仅剩的半块干粮塞给了一个重伤的少年，那少年后来活了下来，一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烤了炭花，进了朝堂。他做这一切，只想有朝一日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那个小姑娘面前，对她说：别说了，那小姑娘当时只是觉得你要是死了，怪可惜的。
所以你现在还觉得可惜吗？明言，我从不信命，但我信你。今日朕寿辰有3件喜事要与众亲同贺。第一，朕南王失散多年的嫡子，今日归宗认祖。萧无教，你本是皇室血脉，这些年在萧家委屈你了，朕恢复你宗室身份。风，你且先做你的探花郎，朕另有重用。臣谢陛下隆恩。第二，景家冤案已经查明，景如燕大将军忠烈可嘉，朕已下旨平反，后加抚恤。第三，锦衣卫指挥同时谢云展办案不力，若降职为千户，罚俸1年。臣领旨谢恩。这第4嘛，萧探花与楚大小姐的婚事，朕也听说过了。选日不如撞日，朕就讨杯喜酒喝。恭喜陛下，恭喜萧探花，恭喜楚大小姐。在想什么？在想5月初6，果然是个大吉的日子。你早就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天的长兴伯府不会有人暴毙。上一世也好，这一世也罢，只要是你，我都认。